天文学家最近有了一个令人兴奋的新发现，他们在宇宙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小红点的罕见致密星系。过去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星系只会在宇宙极其年轻、刚刚诞生不久的时期才会存在，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小红点竟然出现在了我们宇宙后院的范围内，距离地球仅有约25亿光年，在宇宙尺度上，这是近得惊人。这个发现直接挑战了我们对星系诞生与演化过程的传统认知。按照之前的理论，这类致密星系应该是短命的，只活跃在宇宙早期的特殊阶段，但现在它们却出现在较近的宇宙中，说明我们可能低估了星系形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一新证据迫使科学界重新审视整个星系演化的框架。如果你对宇宙的奥秘充满好奇，或者想了解这些神秘小红点究竟透露了什么重要线索，那就继续观看本视频，我们将带你一步步揭开这些奇特星系背后的天文谜团。这些被称为小红点 LRD（Little Red Dots） 的神秘星系，最初是在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进行的深空探测中被发现的。该望远镜专为捕捉遥远宇宙的微弱红外信号而设计，因此它能从时间与空间的深处捕捉到这些微小却信息量巨大的星系。这些星系之所以被称作小红点，不仅因为它们在图像中显得非常小巧，直径通常只有几百光年，更因为它们散发出显著的红色光。这种红色可能是因为浓密尘埃遮蔽了它们发出的蓝光，也可能与它们内部的特殊活动有关，比如激烈的恒星形成或活跃的黑洞作用。从它们极度紧凑的结构和所发出的光谱来看，这些星系似乎正处在剧烈演化的状态中。科学家推测，它们内部可能正在经历快速的恒星诞生过程，或者拥有一个活跃的星系核心，也就是一个正快速吞噬气体和尘埃成长中的超大质量黑洞。最初发现这些星系时，它们的红移值极高，这意味着它们的光已经在宇宙中飞行了130多亿年才抵达我们的望远镜。这让科学家认为它们是宇宙历史上最早形成的星系之一，是那段星系结构尚未稳定、宇宙一片混沌时期的短暂产物。就在最近，一个由清华大学领衔、超过30位中国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一项重磅新研究中揭示了惊人发现。他们识别出3个和早期宇宙中的小红点极为相似的星系，但这些星系距离我们远不如130亿光年那么遥远，而是仅在几十亿光年范围之内。这一结果让人不得不重新思考，这些小红点真的只是早期宇宙的过眼云烟吗？这几个本地的小红点 LRD 其实并不是从太空望远镜直接看到的，而是通过地面上的大型巡天计划、斯隆数字巡天 SDSS 和 DESI 遗产成像巡天 DECALS 中的庞大数据中筛选出来的。它们最初因为在紫外光段呈现出不同寻常的亮度和特征，而被误认为是类星体，也就是拥有明亮活跃核心的星系。但当科学家进一步深入分析这些星系的行为时，却发现它们与典型的类星体并不完全相符。它们没有像类星体那样剧烈的亮度波动，也没有那种典型的高能 X 射线和射电喷流。这些特征的缺失暗示，我们面对的可能是某种全新的天体类型。相反，这些星系在多个方面完美契合了小红点的典型特征清单，它们极度紧凑，像宇宙中的红色小灯泡一样闪耀。它们的光谱中呈现出宽广而强烈的氢与氦发射线，说明内部能量极高。而在红外波段，它们的能量迅速衰减，这种急剧下降的趋势进一步凸显了它们的异常本质。更令人惊讶的是，无论从结构、体积还是能量分布来看，这些近距离的新发现几乎就是早期宇宙中通过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所观测到的小红点的镜像复制品。这就像是在遥远的历史里看到的宇宙现象，现在居然在我们眼前再次上演。这种惊人的相似性传递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要么这些小红点比我们原来想象的更稳定，能够在宇宙中存活数十亿年而几乎不发生改变；要么也有可能在当今宇宙环境中仍然存在某种机制，能够再次制造出这种奇特的星系。无论哪种情况，都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宇宙演化的时间轴。这两种解释，不论哪一种成立，都直接推翻了一个长期被接受的观点，也就是小红点这类星系只属于宇宙大爆炸后最初10亿年那段混乱炽热的早期阶段。如今看来，它们也许并不是只属于过去的宇宙化石，
而是宇宙长期演化过程中可能反复出现的一种状态。这个发现不只是添加了一笔新奇的观测数据，它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我们整个关于星系如何形成、如何演变、又如何终结的科学叙事。它促使科学家从多个角度重新评估已有理论，甚至让一些经典模型站不住脚。最直接的冲击是对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提出质疑，那就是早期宇宙中的星系与我们现在在本地宇宙中观测到的星系是两个截然不同、互不重叠的演化阶段。这种新发现说明，宇宙演化的时间轴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线性分明。换句话说，那些过去被认为只属于宇宙童年期的致密星系，其实也可以在宇宙的中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再次出现。这打破了时间上的界限，让我们意识到，有些星系的青春可能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反复上演。如果这些星系真的可以在多个时代生成，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因可能远比我们之前设想的更为普遍，也更灵活。这类致密星系的诞生机制，也许并不是早期宇宙独有的特殊产物，而是一种在多种条件下都可能发生的宇宙常态。针对这些小红点的神秘本质，科学家提出了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一种广受关注的假设认为，它们的核心可能藏着一个正在进食的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被厚厚的尘埃和气体包围，像是蒙上了一层宇宙的面纱。虽然难以直接看见，却可能在悄无声息中吸收周围物质，释放巨大能量。这种黑洞活跃的状态也被称为活动星系核 AGN， 它能够解释这些星系在光谱中出现的宽氢氦发射线以及它们极度紧凑的形态，这些都是 AGN 系统常见的签名特征。另一种备选解释是，这些小红点其实是处于爆发性恒星形成阶段的星爆星系，即在极短时间内大量新星诞生的天体。这种恒星的狂热生产过程会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并制造出与活跃黑洞极为相似的光谱特征，使两者在外观上难以区分。这些近距离的小红点的发现之所以意义重大，是因为它们不像130亿光年之外的远古星系那样遥不可及，它们近得多，为科学家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利用更多观测手段，对其结构和活动进行更高精度、更多维度的研究。的确，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是目前最先进的红外观测工具，让我们得以窥见宇宙黎明时期的景象。但即使如此，130亿光年的距离依然意味着图像分辨率有限，光谱数据受限，我们很难像在近处那样对这些天体进行深入解剖。而这些更靠近地球的小红点同类，就像是科学家的实验样本，他们现在可以动用各种观测方式，从探测高能活动的 X 射线望远镜，到捕捉低频信号的射电阵列，再到精密的光学和红外设备，全方位扫描这些星系的每一个角落，深入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与活动机制。这种研究并不只是满足科学家望远镜后的好奇心，它背后隐藏的是对整个宇宙运作方式的根本追问。这种探索既关乎天文基础科学，也可能影响我们对宇宙未来命运的理解。深入理解这些小红点星系，不只是了解一种特殊类型的天体，而是有助于揭示整个宇宙中星系生长的通用模式。它能帮助我们搞清楚星系是如何积累质量，如何孕育恒星，以及那些宇宙中最神秘的超大质量黑洞是怎样在这些紧凑而高能的环境中悄然诞生并逐步成长起来的。还有一种耐人寻味的理论认为，这些小红点或许并不是一种固定类别的星系，而只是星系演化过程中的某个转场镜头，可能是由于一次气体的突发流入，或是两个星系的合并引发了剧烈变化，使它们暂时呈现出这种特殊的紧凑红色高能状态。如果这种解释站得住脚，那这些小红点就不只是远古遗迹，而是宇宙生命周期中一个反复上演的动态现象。也就是说，无论宇宙年纪多大，这样的星系阶段仍然可以随时发生，像一个在银河中周期出现的宇宙信号。如今，随着这类星系进入观测视野，天文学家也正式迈出了更系统、更深入的研究步伐。他们试图厘清这些神秘的小红点到底属于哪类天体，它们为何会在宇宙的黎明时期与现在都悄然现身，它们存在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样的宇宙规则？
目前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确认这些星系的核心是否真如猜测那样，潜藏着一个被厚厚尘埃包围的超大质量黑洞。这可能是解开它们能量来源与结构特征的关键。虽然从目前的 X 射线观测数据来看，这3颗新发现的小红点星系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高能辐射，似乎不符合活跃黑洞的典型特征，但这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手头的数据还不够灵敏，无法穿透其浓厚的尘埃，曾看到内部真相。为了揭示这些宇宙面纱背后的真相，天文学家计划使用更强大的 X 射线望远镜，比如钱德拉 X 射线天文台或 XMM 牛顿太空望远镜进行更深入的观测。这些仪器有能力穿透星系的厚重尘埃，看清里面是否藏着一个正在喷发能量的活跃星系核心。同时，在射电波段，科学家也计划动用甚大天线阵 VLA 和未来的平方公里阵列 SCA 等顶尖望远镜。这些设备能帮助我们捕捉星系可能存在的喷流结构，或探测那些密集恒星诞生区所发出的微弱但重要的无线电信号。相比光学和红外观测，射电信号对尘埃的穿透能力要强得多，这让它们成为窥视那些被包裹在气体和尘埃深处的星系核心的理想工具，就像夜视镜一样，帮助我们看清黑暗中正在发生的天文巨变。为了全面揭开这些小红点的秘密，科学家还计划进行多波段的光谱调查。这种调查将覆盖从紫外线到可见光，再到红外线的广泛波段，相当于为每个星系绘制一张完整的能量指纹图。通过这种从短波到长波的全波段扫描，科学家可以准确测量这些星系从炽热恒星到冷却尘埃所释放的全部辐射。这就像是从不同角度拍摄一张宇宙全景 X 光片，展示这些星系的能量结构与动态演化过程。利用这些丰富的数据，天文学家不仅能估算出这些星系中恒星诞生的速度，还能分析其内部气体和尘埃的浓度分布，甚至推算出如果中心存在黑洞，那么它的质量有多大。每一项信息都像拼图的一块，帮助我们复原这些小红点星系的生命故事。与此同时，一个新的研究方向也正在展开，科学家正努力建立一个更完整、更庞大的本地小红点样本库。只有拥有更多这样的实例，他们才能进行系统的比对分析，分清哪些是共性，哪些又是特殊个例。通过扩大样本数量，科学家就可以进行更具统计意义的分析，比如这些小红点到底多常见，它们倾向于出现在怎样的宇宙环境，它们存续的时间是几百万年还是几十亿年，它们会不会是其他星系形态的中转站，既可能从普通星系演化而来，也可能最终变成我们熟悉的星系种类。正是通过成像观测、光谱分析以及时间序列监控这多管齐下的手段，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搞清楚，这些神秘的小红点究竟是由猛烈的恒星爆发驱动，还是隐藏着活跃黑洞，又或者它们根本是另一种我们尚未定义的新型宇宙现象。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近在咫尺的小红点究竟是古代宇宙某个阶段的幸存者，在宇宙时光中被奇迹般的保存下来，还是它们其实是宇宙在特殊条件下反复重演的自然产物？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我们对整个宇宙演化是否周期性或随机性的理解。这些神秘的小红点星系如今突然出现在我们宇宙邻居的范围之内，正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挑战我们对星系起源与演化的固有认知。它们像一份来自宇宙深处的突发电报，提醒我们宇宙源比我们想象的更复杂、更有弹性。它们到底是亿万年前遗留在宇宙角落的化石，还是仍在今天在某些奇特的星系条件下悄然形成的新生儿？这是天文学当前最迫切想解答的问题之一。幸运的是，随着新一代望远镜的持续运转和多波段数据的不断积累，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逼近答案的边缘。每一次新的观测结果都是解锁这一谜题的一把钥匙。所以请继续关注这些研究进展，因为宇宙这个浩瀚舞台从不缺乏意外和奇迹，它总能在你以为了解的差不多时，悄悄抛出一颗震撼心灵的彩蛋。感谢你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穿越亿万光年的星际旅程，你的好奇心是科学探索最宝贵的燃料。继续保有那份对宇宙的好奇心吧。在这片浩渺星海中，每一个问题的背后
可能都藏着一个比想象更宏大的答案。